大家好，网络上有很多戚风蛋糕的视频，大多也都强调超级轻盈柔软的蛋糕体，立即回弹的弹性和细腻的口感。这样的蛋糕体比较适合用来做生日蛋糕，单吃比较干，必须沾鲜奶油或果酱才能下咽。相对的另一个蛋糕体，在捏挤的时候可以听到沙沙的水汽声。这样的戚风吃起来不但轻盈，而且湿润，即使不沾任何奶油或果酱，也可以吃下一大片。这完全只是蛋白打发程度不同而已哦。蛋白打发的程度也很难分辨，也是很多戚风爱好者戚风的原因。今天的南瓜戚风材料，首先是8寸的中空分离式。贤妻想给初学者最忠实的建议，第一次烤戚风的话，先从分离式开始做，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哦。如果做原味的话，请将南瓜泥替换成牛奶。贤妻这个配方蛋白比较少，因为蛋白多容易造成过度胀大，因而出炉后就容易塌陷。材料准备好后，先预热烤箱350度、180度 C， 但不是用350度烤哦，等进烤箱后还要降温的。现在先来打蛋白，加1小匙的柠檬汁，先用低速打一些泡沫出来，像这样有些泡沫后，加入1/3的糖，砂糖要分3次加入，然后用高速打到有纹路出现，大约要3到4分钟的时间哦。现在来搅拌蛋糊，今天用的是烫面法，将油微波1分钟，大约60到70度 C 左右，把油和面粉搅拌均匀。用烫面法做蛋糕，蛋糕体会比较细致，面糊也比较不会起筋。来看一下蛋白，大家可以看到蛋白开始出现纹路，拿起来看比较清楚。这样的纹路看到没有？蛋白也不会移动。这时加入第2次1/3的砂糖，再继续用高速搅拌约3分钟。回来搅拌蛋糊，大多数的人会在这里加入蛋黄，搅拌均匀后再加入牛奶。但是贤妻的做法是先将蛋黄和牛奶搅拌在一起，因为今天是南瓜口味的蛋糕，把南瓜泥和蛋黄先搅拌，两样先搅拌均匀后，再把烫面后的面糊加进来。因为面糊只要一碰到水分，马上就会变得很粘稠。如果先加蛋黄变粘稠了，搅拌过程中就容易起筋，看马上就变粘稠了。但因为蛋黄和南瓜泥已事先搅拌好，水分比例比较高，在搅拌几秒后就变稀了，这样就不会过度搅拌而起筋哦。使用烫面法做蛋糕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蛋黄和牛奶分开来加的话，容易搅拌过度而起筋，导致出炉后就塌陷。再回来看一下蛋白，蛋白已出现非常光亮的蛋白霜，纹路也非常的清晰，当然也完全不会流动了。
这个状态已经是偏向干性发泡了。这时候加入最后的砂糖，然后这里是关键时刻哦。想做出湿润的戚风蛋糕，以最低速搅拌1分钟即可。1分钟后，大家看看蛋白霜的状态，拉起来的弯钩是长而挺尖的，这样上下摇摆确认一下，这个剪角不会往下弯。如果蛋白可以达到这个状态，通常戚风是不会失败的，做出的蛋糕体也会很湿润。但如果再继续打1分钟左右，提起来挺尖的蛋白霜是短的，这也是一个成功的蛋白霜，只是烤出来的蛋糕体会比较干，比较适合用在生日蛋糕的蛋糕体。如同右下图，蛋白如果打成这个状态，即使不是中空模，蛋糕也不会塌陷。现在来混合蛋白霜和蛋黄糊，先加入1/3的蛋白霜。第一次混合时，不要马上换刮刀搅拌，先用打蛋器混合均匀。用打蛋器搅拌比较容易混合，只要搅拌几次，马上就混合均匀了，这样可以避免过度搅拌而消泡，比刮刀快多了。加入第2次的蛋白霜，这时候才换刮刀搅拌。每次搅拌都必须从盆底捞起，搅拌几下很快就均匀了。为了避免蛋糊留在盆底没有刮均匀，通常第3次会将蛋糊倒入蛋白中，其实都可以的，只要第1次搅拌用打蛋器，第2次和第3次就非常容易拌匀。用刮刀是要确定盆底没有遗漏的蛋糊。搅拌均匀后就倒入烤模，倒入烤模后蛋糊不会流动，表示没有消泡哦。再来用根筷子在蛋糊里画几个圈圈，目的是消除大气泡和均匀的让蛋糊散开来。注意筷子拿起时，随着蛋糕模边缘拿起，这样才不会留下尖角。然后再轻轻震2下，再左右晃动几下，就可以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了。放入美式大烤箱的中层。放入烤箱后，马上降温到300度，烤45分钟。中途不用升温，也不用降温哦。中空模倒扣时，要准备1个酒瓶，盖上毛巾，切记不要用空酒瓶。空酒瓶的话，重心不稳，容易倒塌。出炉后，在桌上轻震一下，震出热气，才不会塌陷。铺上毛巾，除了可以防热之外，也可以稳定蛋糕模不会摇晃，直到完全冷却才能脱模。大约经过2个小时，可以脱模了。一个成功的戚风蛋糕，用手压几下就可以简单脱模。但如果蛋白打得比较偏向湿性发泡，并不建议用手压，最好是用刀子脱模。
用刀子在周围画一圈，注意刀子要贴紧蛋糕模。拿出来后，将旁边的蛋糕屑剥干净，再用刀子在中间画一圈。建议初学者真的不要勉强用压的哦，通常烤好的蛋糕反而被压坏了。然后在底部也画一圈。脱模后，再把蛋糕屑剥干净就好。接下来示范另一个用压的方式脱模。这个是蛋白打到短而挺尖，压的时候必须2只手一起压，比较不会裂开。边压边在周围绕一圈，然后用手指从底部往上提升。如果觉得卡卡的，表示周围还没有完全脱离，那么就继续再压深一点，等到完全没有卡住的感觉，就可以拿出外模了。底部就往中间压，然后中心的中空就用手指按压，再把手指从底部深入中心点，然后轻轻拨开中心点，分离蛋糕模，这样就可以完美脱模了。蛋白打到短而挺尖，蛋糕体非常的有弹性，结构上也非常的绵密，但是吃起来口感偏干，相对的偏向湿性发泡的蛋白。按压蛋糕体时，可以听到沙沙的水汽声，因为蛋糕体充满了水汽，所以回弹的速度也比较缓慢。但是蛋糕体非常的湿润好吃。短而挺尖的蛋白虽然弹性特别好，回弹的速度较快，按压的时候却听不到水汽声，因为弹性好，不怕压，所以很适合做夹馅的鲜奶油蛋糕。掌握好了蛋白的打发程度，就可以依用途和喜好的口感，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咯。